近段时间，随着俄罗斯10几万大军压境，乌克兰似乎有退缩之意。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想与普京在顿巴斯进行会谈，但是目前却未得到俄罗斯的回应。视频中，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想通过和平外交的方式来结束冲突，不想发生战争，但是同时也做好了在受到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准备。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乌总统突然看清楚了形势，想要和普京和谈吗？事实上，这也是乌克兰的无奈之举。在美国和北约的声援下，乌克兰集结大军准备与俄对抗，但是在对抗过程中，乌克兰却发现这些所谓的盟友们都是只说不做。比如原本要驶入黑海替乌克兰撑腰的2艘美国军舰，却在看到俄罗斯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掉头就跑，最后让乌克兰军舰困在黑海，成为了瓮中之鳖，还让全世界看了笑话。同时，多次喊话想要加入北约的乌克兰也没有得到欧洲诸国的实际支持，最终让泽连斯基发出乌克兰已经成为欧洲挡箭牌的哀叹。也许是看清楚了这些盟友们的嘴脸，才让乌克兰知道原来从始至终对抗俄罗斯的只有自己一人，从而萌生想与俄罗斯和谈的念头。但是让乌克兰万万没想到的是，现在就连放弃都不能自己说了算。据俄媒报道称，当地时间4月21日，一架美军 RQ-4B 全球鹰无人机闯入了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部分地区的领空，而此前这一区域已经被俄罗斯军方设为了禁飞区。很显然，美军这是刻意而为之，明知道该地区是禁飞区，还全然不顾俄军的警告，擅自闯入，其挑衅意味明显，甚至有引爆战争的歹毒用心。因为俄总统普京早就警告过乌克兰，不要试图让美军进入顿巴斯，否则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反制措施。目前尚不清楚美军无人机闯入禁飞区是乌克兰的意思，还是美军别有用心，但是能够确定的是，俄罗斯对此非常生气。俄中将内卡切夫指出，美军无人机这一行为非常危险，因为俄罗斯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正在黑海进行大规模演习，不排除该无人机有被防空导弹误击的可能。或许这正是美军想要看到的画面，因为一旦真正的爆发冲突，那么乌克兰将会被推向前线。最后，无论俄乌大战结果如何，美军都将坐收渔翁之利。所以说，现在的乌克兰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喜剧演员总统注定要让乌克兰变成一幕悲剧。据《环球时报》在4月22号的消息，以色列南部人迹罕至的内盖夫地区突然在互联网上刷屏。原来，相隔约21公里的村庄，有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22号下午，神秘的内盖夫地区传出刺耳的警报声，并且伴随剧烈爆炸，即便距离21公里，也能清晰感受到震动，这让村里的人感到担忧。这一条线索很快引来了各国媒体的关注。中东地区本就不太平，剧烈的震动和刺耳的警报，很明显是遭遇了某些袭击。事后由以色列媒体耶路撒冷邮报专门刊文报道了此事。据了解，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地区有着以色列军工中最为机密的设施——迪莫内核设施。作为战争中的终极手段，安保措施自然相当严格。当天传出的刺耳警报声，其实就是部署在该地区的反导防空系统检测到有导弹袭击，才自动拉响的警报。以色列官方对此的说法是，遭到由叙利亚境内发射过来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至于是否对核设施造成了破坏，以色列并没有透露。不过从相关资料的一些细节来看，比如村民口中21公里外也能感到震动。以色列官方说的多次爆炸，以色列这次面对的导弹袭击规模或许不小。有分析人士认为，迪莫纳核设施作为以色列的机密设施，能够锁定该地区并进行打击，拥有这个能力的组织和势力，显然不是一般的武装势力能够做到的。而且此次袭击的时间正值以色列向叙利亚发动空袭之际，那么到底是哪个神秘势力出手？可供选择的怀疑对象也就只有那么几个。分析认为，此前就一直有消息声称，伊朗通过大马士革机场将远程打击装备运输到叙利亚靠以色列边境地区。以色列曾经多次对该地区进行轰炸，但却经常遭到地面防空火力还击。伊朗也多次顺利将装备运输到叙利亚。再者，以色列和伊朗的仇恨摆在那儿，伊朗的核设施不止一次被摩萨德攻击破坏，伊朗用充足的复仇理由向以色列的核设施下手。不过，如今的这一事件是否会激化以色列与伊朗的现状，导致双方彻底爆发战争，还需要看美国是否会公开武力介入了。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在4月21号宣布，以不符合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为由，撕毁中方与澳大利亚维州签署的一带一路框架协议和备忘录。事实上，澳大利亚退出该协议早有预兆，在2018年协议签署后，就有多名澳大利亚官员对此表示不满。在去年年底，澳大利亚国会更是为此通过了一项新的外交关系法案。这一法案规定了联邦有权否决各机构和外国之间的协议。
正是因为这项协议，才为佩恩撕毁协议铺平了道路。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吹捧着契约精神，但此契非彼契，用契约精神来形容更为恰当。虽然维州政府对于同中国开展的全方位合作的认识是清醒和正确的，但显然有着清醒认知的人在澳大利亚必然只是少数。不过这并不奇怪，毕竟一群被发配孤岛的罪犯后代讲契约精神才是少数。最让人想不通的是，近几年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仅仅是出口农产品、木材、海产品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在撕毁“一带一路”协议这一举动，无异于把自己和中国此前建立的良好贸易关系彻底断绝。这给中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伤害的同时，也将给澳大利亚自己带来很大的伤害。那么，澳大利亚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坚持要自断财路，和中国划清界限呢？或者说，背后究竟是谁在推波助澜？分析认为，这背后主要的幕后黑手非美国莫属。一直以来，澳大利亚就是对美国马首是瞻，现在明目张胆地撕毁“一带一路”协定，则是明确告诉美国自身的立场。但要知道的是，去年美国国内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放水后，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哪里还有闲钱支援澳大利亚进行跨洋贸易？澳大利亚能从美国那里获取到的，无非是几句口惠而实不至的嘉奖。为了达到目的，美国现在对中国采取了全方位的战略。从目前来看，他们甚至不惜牺牲盟国的利益。以前的格鲁吉亚是，最近的乌克兰也是，而现在的澳大利亚也将再次重蹈覆辙。因为澳大利亚撕毁协议的行为可能会引起某些国家的效仿，因此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反击手段务必要酷烈，让它再也跳不起来。只有前车之鉴，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之人选择安稳发展。据了解，在英国当地时间4月21号，英国官方对外公告中表示，在未来的一年 ODA 里将大幅度削减对华资金援助，削减幅度为 95%， 仅9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也就是800万出头。而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国际关系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问题，财政状况严峻，因此需要重新调整分配结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 ODA 其实是英国官方对他国的发展援助资金，光是听名字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单纯的援助计划，但实际上这只是英国人破坏他国社会稳定、输出思想观念的一个主要攻击手段。通过资助一些所谓的 NGO 组织，也就是所谓的非官方非盈利性机构，来达到舆论宣传目的。说好听点叫资助，说难听点就是在其他国家内部煽动一些心怀鬼胎者，培养专业从事舆论输出、挑拨是非、引导社会矛盾对立的叛徒和卖国贼。在最开始，虽然英国放弃了全球多个殖民地，但却还保留了一点日不落帝国的骄傲，自诩世界帝国有兼济天下的任务，因而每年都会拿出财政的 0.7% 作为国际援助。但因为近期英国财政状况堪忧，削减至 0.5%。此前，美国专业政治评论媒体政客就拆台过一次英国这种虚伪。该媒体指出，英国这些对外援助目前有 33% 以上的资金涌入到印太和亚太地区，并对内解释称符合国家利益，但实际上就是重新在自己曾经的一些殖民地输出优越感，制造社会矛盾，为自己可能到来的介入做准备。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项策略对内宣传的过于光鲜亮丽，英国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内情。有英国议员在议会上讽刺，自己对此感到非常惊讶，英国居然还要去援助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可比英国有钱多了。值得一提的是，有统计显示，英国在2018年间前后对华援助资金达到了716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近6.5亿。而在这个时间段，我国互联网上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或者账号在网上带节奏，英国人这笔钱用到哪些人头上也就可想而知。也因为英国官方宣布要削减这帮人的狗粮，有网友调侃，没想到还能有这种好事儿。也有网友讽刺，居然要削减对华援助，真是好害怕呀，要吃不起饭了。